北京当局2年来首次公布青年失业率，数字一出，全网炸锅，14.5%，真实吗？有人说乘2才像话，更有人直指这根本不是统计，是表演。从就业崩盘、结婚生育雪崩到家庭债务集体暴雷，一整个世代正在被拖入深渊。今天我们带您看懂中国正滑向怎样的危机。您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国经济下行，百业萧条，而中共官方7月17号公布最新数据称，今年6月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4.5%，比5月份下降了0.4个百分点。这是官方自2023年8月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后，首次公布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的数据。按照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，16至24岁、25至29岁失业率连续4个月下降。不过，数据一经公布，立刻引发了网友的集体讨伐。网友们纷纷嘲讽说：“不知道修饰了多少遍的数据，统计局的同志辛苦了。”还有人说这个数字乘2还差不多。有反讽说：“都是灵活就业，哪有失业？”有的直言：“我身边35家的失业大把大把的，难道能灵活就业的就不算失业？”朋友的孩子大学毕业，一个班20人，2个回家帮忙做小买卖，其他的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能找到工作的不是送外卖就是摇奶茶。有的还现身说法，以我为例，申请失业登记被拒，原因是企业高管。想了半天，原来是多年前被发小挂名了个公司监事。还有网友直接点破更现实的尴尬：7月份全国又有超过1200万大学生毕业，还有好几百万职高生毕业。对中国已经不堪的就业市场来说，简直如同洪水猛兽。一位网友的贴文直接戳破了中共当局统计失业率的所谓标准。贴文说，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统计为失业人口。第一，你得是城镇户口；第二，你得曾经有过工作，后来被公司开除领失业金的才算失业人口。注意，是被公司开除的，而不是公司让你主动离职的。你还得是领失业金2年以内的，因为超过2年就不能领失业金了，也就不再算失业人口了。以上3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，才能成为当局统计失业率时的失业人口。另一位网友发帖说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、经济学家刘元春2023年7月告诫中国领导人，中国高校毕业生失业潮可能会持续10年，并可能会引发政治危机。中国进入2025年以后，一边是剧烈的经济衰退，就业市场极度萎缩，一边是每年超过10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，还有高职毕业生涌入社会。这就是中国目前地域模式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环境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是非常彻底的，劳动力已经高度的被纳入市场机制之中，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主要由市场来调节。但在就业市场大量萎缩的背景下，如此巨大数量的年轻人涌向就业市场，一个是市场无法容纳数量极其不匹配的劳动力，另一个也自然会导致劳动力价格的崩塌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职场35岁是一道隐形但真实存在的职场门槛，到了35岁就已经陷入求职难的窘境。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劳动市场的压力，企业用人的偏好，也凸显了就业的年龄焦虑。那么整整年轻一代人在这种就业难、经济自立不能自保、个人发展渺茫且无奈的状态下，结婚率、生育率肯定也深受冲击，会跟着出现雪崩。根据2024年11月1号民政部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前9个月，全国结婚登记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幅度约16%。2024年全年的结婚登记总数未正式公布。海外媒体披露，全年结婚数下降超过20%，是基于前9个月数据的外推结果，显示创下40年来新低。至于中国的出生率统计，2024年预计在6.0%以下，比2022年的6.77%和2023年的6.3%持续低位运行，人口负增长趋势加重。中共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对生育率数据从2021年以后就没有定期更新，官方可能因敏感性而减少了公布频率。外界也很清楚，
中共当局公布的数据可信性很低。可怕的是，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性过剩，但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却找不到工作，最终将是养老金崩盘、公共服务崩溃、人道灾难爆发。未来20年一定会发生。中国的大麻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。人口基数太大，又面临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断崖，老龄化迅速，人类历史罕见。未富先老，未富先债，未来几十年都会债务通缩。说到负债，《经济学人》的一个报道说，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在谨慎地鼓励借贷，但这也同时催生了新的风险，就是家庭债务剧增。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，今年1季度中国家庭债务是83.88万亿，中国家庭债占 GDP 的比重2011年是11%，而今年1季度达到近66%，增长了6倍。要知道，中国家庭的财政状况非常脆弱。龙州经讯的数据显示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债务逾期的欠款人数达到了7200万，占18岁以上城镇人口的9.3%，就是说，近10个人中就有1个人债务逾期，其中有3000万人处于违约状态。龙州经讯指出，债务逾期和债务违约这2类人的规模比5年前增加了1倍。年轻人失业率很高，加上房地产低迷，这2个背景让负债的情况继续恶化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份发布的报告，中国已经有7.7亿人有信贷记录。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份贷款逾期人数暴涨20%，意味着在中国发生贷款逾期的人数达到了1亿到1.5亿人，逾期贷款金额达到了几万亿的水平。也就是说，在城镇人口中，每5人中就有1人债务逾期。按照龙州经讯的数据来计算，中国城镇人口中每10个人中就有1人债务违约，这显示中国的家庭正在大规模破产。2024年，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占到居民贷款总额的65%。资深媒体人王健认为，事实上比这数据还要高，因为有大量的消费贷都是用于按揭贷款的塔桥。中智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去年全国法拍房36.6万套，略高于前年的36.4万套，说明断供的人数在增加。现在已经发展到断供也不会法拍，因为法院它处理不过来了，拍不了那么多房子。退一步说，就算法院处理得过来，也没人去接盘了。所以银行和法院现在有一个约定，每个月银行固定的提供一些法拍房数量给法院进行法拍，剩下的银行也不催收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现在的局面就变成了，本来这些家庭要贡献一笔钱给银行，但现在断供了，怎么办？银行就要求给一部分，比如从5000减少到500，这也是造成银行现金流短缺的一个原因。而且如果数量巨大的话，银行就会面临倒闭，但政府不允许银行倒闭，那就是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。在房价下跌的情况下，如果在同时发生失业，那中国的中产家庭就直接原地崩溃了。这就是中国消费持续滑落的最根本原因，因为中国的消费主体是中产家庭，现在他们要么不敢消费，要么是已经失去消费能力了。如果把城市失业人口2300万，再加上2000万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，我们就会清楚为什么现在中国消费市场绝对指望不上，这就是原因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